重创俄军，乌克兰6枚风暴阴影导弹精准摧毁俄师级指挥部。乌军猛攻别尔哥罗德，摧毁俄军弹药库与油库。拉脱维亚强硬驱逐841名俄族人，俄媒宣传头目患重病。乌军反攻奏效，炸桥断路，顿涅茨克一地收复成功。俄军管道渗透战术失败，乌军火力全歼。俄军崩溃迹象，互殴受压，还怕无人机投降。乌情报表示，俄砸1.2兆美元扩军备，70万兵驻乌，2030年恐威胁欧洲。虽远必诛，乌军炸毁俄远东军事基地，多线突击重创俄军防线。以色列空袭卡达多哈，精准打击哈马斯高层目标。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俄军对基辅展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之后，乌克兰迅速展开强有力的反击，行动范围和打击强度均明显升级。最新消息，乌军的6枚风暴阴影导弹打向了顿涅茨克。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9月8日，乌克兰出动大量无人机，对俄军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实施密集打击。首先，目标是俄罗斯第20摩托化步兵师的指挥部。无人机首先吸引了俄方的防空系统火力，随后乌军发射6枚远程导弹实施精准打击。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多枚导弹高速划过夜空，直扑顿涅茨克一处工业设施。据悉，俄军将指挥部设在一座冶金厂内，企图借此伪装，但并未逃过乌军情报系统的锁定。袭击导致该工业区域大范围起火，并伴有持续爆炸声。远离市区的地区也可见黑烟升腾，火光照亮夜空，破坏程度可见一斑。从现场残骸来看，导弹疑似为英国援助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这种导弹近年来多次用于定点清除俄军高价值目标，但也有情报称，乌方可能使用了自主研发的佩克洛或帕利亚尼察导弹无人机。尽管尚未得到官方确认，但打击威力毫无疑问极为可观。这是乌军近期摧毁的最大规模俄军指挥设施之一。预计未来几天将有更多相关战报和卫星图像曝光，便于进一步评估打击效果。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俄后勤体系的打击也在同步展开。乌军第14团近日对位于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的沃托罗沃油泵站发起空袭。该站点不仅是俄军燃料运输的重要节点，还为俄罗斯环线功能。此次袭击将对俄军作战能力和后方运力构成重大影响。此外，俄罗斯媒体也证实，9月4日遭袭的库班炼油厂目前已被迫停产。近期，俄境内多座大型炼油厂设施被迫暂停或降低产能，显示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持续打击正逐步显现成效。从前线火力对抗到后方战略目标打击，俄乌冲突已进入新一轮升级阶段，战火正迅速蔓延至更深层次的战略纵深。乌克兰在对俄罗斯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展开新一轮攻势后，成功摧毁了一座俄军弹药库。与此同时，在乌东俄战区，乌军也对俄军机场发起了袭击。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9月8日，乌克兰第42旅在别尔哥罗德方向连续发动猛烈进攻，目标直指俄方的重要军火库。交战中，乌军击毁了一门152毫米 2S19 Musta S 自行火炮。战场画面显示，弹药库与火炮相继爆炸，火球冲天，现场浓烟翻腾，蘑菇云久久未散。夜间，乌克兰无人机进一步袭击了别尔哥罗德普罗霍罗夫卡的一座油库。福尔摩斯卫星火灾监测图显示，
该地出现2个明显的起火点，当地居民也证实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稍早之前，乌克兰特种部队在空军支援下突入别尔哥罗德的克洛提洛夫卡，显然是为后续攻势做出配合。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打击正明显升级，下一步或将矛头指向库尔斯克。在乌东战场，俄媒 Astra 报道称，乌军不久前空袭了马里乌波尔的机场，造成1名俄军死亡，1人受伤，一辆俄军装甲车也在无人机攻击中被摧毁。战场之外，国际社会同样聚焦俄乌关系的紧张。美国 ISW 战争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仅在2025年前4个月，欧洲就有超过 12.3 万架次航班遭遇 GPS 信号干扰，涉及365家航空公司。欧洲方面直指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等地部署电子干扰设备，影响飞行安全。尽管俄方坚决否认，但欧洲航空安全局已发布风险警告，要求各航空公司加强防护措施。可以预见，俄欧的对抗已从经贸、能源延伸至交通与安全领域。随着矛盾不断深化，乌克兰也正加速靠拢欧洲，未来其战略目标仍是全面融入欧洲体系。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多国陆续采取措施，限制甚至驱逐俄罗斯公民。最新一则消息来自拉脱维亚，据 Nexta 报道，当地时间9月8日，拉脱维亚宣布将驱逐841名未能通过拉脱维亚语言基础考试的俄罗斯人，他们必须在10月13日前离境。事实上，这一决定早有端倪。今年7月，拉脱维亚政府便释放信号，明确要求在境内持有长期居留许可的俄罗斯人必须完成语言考试，并申请欧盟身份。然而，上述841人拒绝学习和使用拉脱维亚语，最终被纳入驱逐名单。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此前，拉脱维亚已经驱逐过1167名俄罗斯人。作为波罗的海3国之一，拉脱维亚在安全问题上与乌克兰有着相似的忧患意识。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压力，该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始终坚决，在人均军援方面位居全球前茅，并持续向乌军提供无人机。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国内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俄媒 RT 总编辑玛格丽塔·西蒙尼扬透露自己身患重病，疑似乳腺癌，并可能接受切除手术。今年45岁的西蒙尼扬长期被视为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宣传员，掌管着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国资媒体之一。更让外界唏嘘的是，她的丈夫俄知名主持人蒂格兰·凯萨扬自2025年初陷入昏迷，至今已卧床超过半年，仍无好转。俄乌战争爆发后，不少俄罗斯媒体人员奔赴前线进行宣传，其中一些人甚至来自其他国家。他们当中有人被乌军击毙，有人受伤，也有人在混乱中被俘。去年还曾发生一名俄罗斯女宣传员在前线直播过程中遭俘虏的事件，摄像机清晰记录了她被抓的瞬间。随着战事升级，前线对这些宣传员而言将愈发危险。除了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军阵地，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地面行动也持续升级，成功收复多个战略要地。基辅方面也公布了他们收复顿涅茨克一地的全过程。据 RBC 新闻报道，乌克兰第425突击团近日发布了收复顿涅茨克扎里奇内的全过程视频，画面显示乌军在该定居点的多个位置升起了国旗，标志着对该地的完全控制。425团指挥官透露，乌军在此次战斗中共消灭了47名俄军士兵，并俘虏了13人。扎里奇内位于利曼战线的东部，曾一度被俄军短暂占领，但不到12小时就被乌军反击收复。这一战况得到乌克兰官方确认，并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该地区的控制力。与此同时，
乌克兰第8特种团也成功清除了苏梅地区俄军的前沿阵地，并摧毁了多个俄军掩体。由于俄方在苏梅的防线出现空虚，乌军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对这一方向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并与其他战线的作战力量进行协调。在其他战场，乌军第58旅成功击毁了俄军的2座重要桥梁，这些桥梁一直是俄军物资运输和后勤保障的关键枢纽。随着桥梁的摧毁，俄军的物资供应受到严重打击，这对其前线作战能力构成了重大挑战。除了军事行动，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军工技术的兴趣也在加剧。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尽管西方国家希望采购乌克兰最新型无人机，但目前尚未达成交易。然而，乌克兰在无人机打击方面的卓越表现和宝贵实战经验，使其军工技术成为国际军工企业争相追逐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德国莱茵公司近日宣布将与乌克兰签署一份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合同，向乌军提供大量天行者自行防空炮。该合同预计将在今年内开始交付，并且莱茵公司已经在基辅设立了军工厂。这标志着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获得了战略优势，也在军事工业上与西方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乌克兰东部战场近日再传捷报，不仅摧毁俄军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防空系统，还挫败对手企图透过地道与管道渗透的行动，更是发射滑翔炸弹，成功打击无人机控制中心。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前线部队成功击中俄罗斯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布克 M2 的发射装置。虽然导弹未直接命中本体，但爆炸碎片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使该套装置被彻底摧毁。军方指出，这套防空装备市值约2500万美元，对俄方而言损失不小。在顿巴斯地区的托列茨克，俄军尝试重演数月前库尔斯克战役中利用管道突袭的战术，企图从地下突破防线。不过，乌军第63旅的无人机侦测到这项行动，成功将俄军困在狭窄管道中，反成乌军火力的靶场。另外，在顿涅茨克方向的尼科纳里布卡，乌克兰坦克数日前于清剿行动中摧毁一处遭俄军占领的学校建筑。乌军强调，该地早已被俄方用作据点，并非平民使用设施。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宣布，东线部队使用高精度滑翔炸弹摧毁俄罗斯一处无人机控制中心。尽管国际社会正持续推动乌克兰战场的全面停火谈判，但俄军仍在前线发动攻势，企图在谈判开启前占据更多领土。然而，与此同时，俄军内部却频频传出丑闻，同袍互相残害，长官以暴力压制抱怨，甚至有士兵被乌军无人机的声音吓到选择投降。俄军士气低落、精神紧绷的状态也引发了外界热议。推主 Nikita 在 X 平台分享的一段影片显示，近期有数名俄军士兵在营地内饮酒失控，竟拿出军方配发的武器相互射击，导致2人当场身亡。调查人员随后确认，这起死亡事件与乌军反击无关，而是俄军内部的恶性事故。另一段视频则展示了俄军内部的暴力场景，一名士兵因偷窃阵亡同袍的遗物，一只手表，被发现后遭到同伴持续殴打，甚至被绑在柱子上，头部还被手枪顶住。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与军官的关系中。一名士兵因不满前线恶劣的服役条件，拨打国防部热线提出投诉。结果他的直属长官火速赶到现场，不是倾听意见，而是当场以拳脚相向，逼迫这名士兵保证不再提出申诉。接二连三的暴力事件让不少网友质疑，士气崩溃、精神受创的俄军士兵或许早已丧失有效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推主 Hunter UA 分享的另一段影片引发关注。画面显示，乌克兰鲁巴卡部队的无人机操作员不断出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俄军阵地，并通过机载喇叭制造心理压力。
最终，一些精神濒临崩溃的俄军士兵选择放下武器，向乌军投降，成为战俘。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指出，俄罗斯已大幅提升伊朗制 Shahed 无人机的产能，每月可达约2700架。同时，乌方估计目前约有70万名俄军驻扎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尤索夫强调，这个数字不仅包括正规军，还涵盖后勤部队、安全部门与俄罗斯国民禁卫军。他指出，有相当一部分部署在顿内茨克地区，显示出敌人的优先方向。至于外界关注的北韩军队，尤索夫则表示，目前仅驻留在俄罗斯境内。另一方面，乌克兰情报首长布达诺夫警告，克里姆林宫正推动自苏联以来规模最大的军备重整计划，预计将投入约 1.2 兆美元。这些都是严肃的计划，庞大的资金将完全用于军队现代化，布达诺夫说。布达诺夫并在接受乌媒 Apostrophe 专访时被问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欧洲，他回应说，不是现在，但接近2030年时，这将是绝对的现实。他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可能会宣布新一轮动员，让其人力规模急速扩张，这将让他们可以简单的投入更多人当炮灰。布达诺夫同时补充，目前俄白联合军演对乌克兰没有直接威胁，不过他也提醒，俄方战略企图在未来仍不容小觑。2025年9月9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94天。据俄媒报道，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靠近哈巴罗夫斯克，距离乌克兰超过4000英里的6912号军事单位停车场发生2起爆炸，造成多名俄军士兵伤亡。该军事单位隶属于俄罗斯国民禁卫军第748作战营，曾参与2022年在布查与伊尔平的大规模战争罪行与平民处决事件。此次袭击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虽远必诛。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对俄境内多个关键目标发动攻击。别尔哥罗德州普罗霍罗夫卡的油库以及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遭到打击，相关战果仍在确认中。在东部战线，乌军对顿涅茨克市区的俄军指挥系统发动大规模精确打击。俄军第41集团军20师以及驻扎于托帕斯工厂的指挥所均遭受重创。据称，托帕斯工厂至少遭到6枚高威力弹头袭击，推测为类巡航导弹，威力远超一般无人机武器。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成功清除弗拉季米里夫卡俄军据点，并在该区域东南部的灰区重新部署步兵部队，建立以水库及其南部为核心的新防线。尽管俄军正尝试展开反扑，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在弗拉季米里夫卡西侧，俄军步兵部队试图穿越马雅克，推进至潘基夫卡方向，意图从左翼包抄乌军阵地，但遭乌军无人机拦截。当前，俄军被迫驻扎于梅埃克南部一带。克里米亚方向战事也在持续升温。乌克兰武装部队过去24小时内摧毁了俄军一套4816K1 波德柳特雷达系统和55CH6M 涅波 M 防空系统的 RLMM 模块。乌克兰国防协会发言人谢尔盖·布拉楚克表示，乌军正在系统性地打击克里米亚境内的俄军防空设施，以为下一阶段作战打开通道。布拉楚克暗示，乌军正为更大规模的远程打击铺路。我不便透露我猎鸟与海王星导弹的具体部署，但相关作战路径已在展开。他还补充道，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乌克兰战机飞越克里米亚上空，对地面目标发起打击。2025年9月9日，在耶路撒冷恐袭事件发生后不到24小时，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空袭卡达首都多哈，目标直指前来谈判的哈马斯高层代表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亲自抵达以军指挥中心，现场监督代号烈火巅峰行动的空袭过程。据报道，以色列战机精准锁定时机，
在哈马斯高层就特朗普停火提议展开会谈时发射导弹，造成至少10次爆炸，多名哈马斯官员中弹。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消息称，由哈利勒·哈亚带领的哈马斯代表团遭遇伏击，数名高层被击毙。不过，哈马斯方面则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哈亚幸存。尽管具体战果仍有待核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提前部署、经过情报支持的定点清除行动。以色列方面称，袭击是在与美国协调下进行的。以色列时报更直言，是特朗普为行动开了绿灯，美方情报系统也提供了支持。此次行动引发国际震动。卡达强烈谴责以色列懦弱而非法的侵略，称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但以色列官员则表示，恐怖分子无论藏在世界哪一角落，都将受到惩罚。以色列财政部长称，多哈空袭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内塔尼亚胡更是在最新讲话中公开表示，我们已经受够了卡达。他强调，所有涉及哈马斯的领导人都将成为目标，无论身在何处。值得注意的是，卡达自2023年10月以来为大批哈马斯高层提供庇护，而此次空袭打破了哈马斯对安全避风港的幻想。内塔尼亚胡发出明确信号，以色列虽远必诛，绝不容忍恐怖分子在境外躲避制裁。国际社会反应不一，沙特、土耳其等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野蛮行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则象征性表态抗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指责以色列公然侵犯卡达主权，但此番表态引发外界质疑其在其他冲突中保持双重标准。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卡农回应称，此次打击是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主谋的正义清算，恐怖分子无处可逃，我们会在世界任何角落猎杀他们。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